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蹲在张新成旁边时，谁注意他的手部动作？导演都竖起大拇指。谭松韵和张新成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而最近两个人一起主演的电视剧《以家人之名》已经播出了。这部剧从刚开始上映的时候就收获了很好的口碑，毕竟当初节目组放出预告片的时候，就有无数人表示期待无比。而谭松韵和张新成他们在剧中不是正儿八经的男女主角，和谭松韵成为一对的是宋威龙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而在剧中的张新成和谭松韵就是很干净纯洁的兄妹而已，所以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火花。但不得不说，站在谭松韵和张新成这边的人要更多一点，可能因为他们两个在私下更熟悉，所以他们更能够有默契。曾经有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导演不安排张新成和谭松韵最终成为情侣呢？非要把宋威龙加入到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在私下太过熟悉了，反倒是演不出来情侣的那种暧昧和尴尬的时期。在这部剧的花絮当中，会发现只要是谭松韵和张新成同框，那么张新成就会非常照顾妹妹。他也是完全把谭松韵当成一个小女孩。虽然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谭松韵已经30岁了，比起张新成大了整整6岁，但是谭松韵的婴儿脸让她整个人显得更加的至美和可爱。而且谭松韵的经历还让人很心疼，所以会被张新成当成妹妹宠爱，也并没有什么不妥。以前谭松韵和张新成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张新成还会亲自给谭松韵下厨做甜点。在电视剧花絮当中，张新成也拿着相机来给自己的妹妹谭松韵拍照，而这个时候旁边的人自然而然就记录下来了他们两个互动的全过程。我们会发现他们两个在私下真的很自然，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兄妹一般。谭松韵非常配合张新成的要求，她完全把张新成当成自己的哥哥，而且当成自己的搭档和最信赖的伙伴。当张新成要求她摆出来姿势的时候，谭松韵就照做了。可能因为她在蹲下的时候衣服比较短，所以上衣总是会往上滑落。而谭松韵她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小姑娘，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包括那么多摄像机的面前，表现出自己如此时尚的一面。所以她在拍照的时候，不知道有谁注意到她的手部动作呢？当时的谭松韵如果说她不配合张新成要求的话，那么会被大家说耍大牌，也会伤了张新成的心。但如果说他配合了张新成的要求，那么自己也要面临着展露的风险，所以他不但要用手拉着自己的上衣，而且还要摆出姿势，这样防展露的动作被谭松韵做出来，反倒像是在摆造型一样。张新成也没多想，谭松韵这样的一个反应，确实是照顾了所有的人，也没有让自己受委屈。而不得不说，谭松韵情商真的很高了，就连旁边的导演也都竖起了大拇指。要知道旁观者清，在旁边录制花絮的导演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知道两个人之间相处的细节。每次在看节目组拍摄花絮的时候，就像是看一对小情侣在打打闹闹，就连旁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一脸的姨母笑。不得不说，谭松韵她真的是一个开心果，不管到哪一个剧组当中，都能够让这个剧组充满着欢声笑语，连拍戏都变得轻松了起来。2. 张新成的翻车疑云，演员的直言与观众的期待如何共舞？在娱乐圈这片瞬息万变的海洋中，一颗颗璀璨明星犹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有的光芒四射，有的则忽明忽暗。近日，话题中心的人物非张新成莫属。这位青年演员的一番言论，犹如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圈内外的层层涟漪。这次，
他是否真的翻车了？他是否有资格点评观众？面对公众的质疑，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娱乐圈的风暴眼，探讨张新成与观众关系的新篇章。争议之源，张新成对古装剧的犀利点评。张新成这个名字或许并非家喻户晓，但在年轻一代观众中，他凭借一系列作品积累了相当的人气。尽管演艺事业尚未攀至巅峰，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然而，就在他本应继续积累口碑、稳固粉丝基础的关键时期，张新成却选择了另辟蹊径。在一次访谈中，他对当前盛行的古装剧做出了直接且不留情面的批评。他认为这类剧集缺乏实际意义，甚至多次超越了观众忍耐的极限。此言一出，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引发舆论哗然。观众之声，娱乐至上还是深度追求？面对张新成的炮轰，观众阵营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人赞同他的观点，认为当今部分古装剧确实在剧情和内涵上显得空洞乏味，过度依赖华丽的视觉效果和流量明星效应，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尊重。他们期待看到更多具有思想深度和社会价值的作品，而非仅仅停留在颜值盛宴的层面。另一方面，更多的观众对张新成的言论表示不满。他们认为，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首要功能便是提供轻松愉悦的氛围，帮助人们在忙碌之余得以放松身心。古装剧以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华美的服饰布景和曲折的爱情故事，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他们强调，观众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无需他人指手画脚。演员身份、权利与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在这场论战中，张新成作为一名演员，是否有权对观众的喜好进行点评，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一方面，演员作为艺术创作者的一部分，理应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对行业现状进行反思与发声，推动影视作品质量的提升。然而，这种点评应当建立在对市场趋势、观众需求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而非仅凭个人喜好或偏见。另一方面，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供需关系。观众是影视作品的消费者，他们的喜好直接影响着市场的走向。演员若忽视这一点，过于主观的评价甚至贬低观众的选择，不仅容易引发反感，更可能导致自身在观众心中的形象受损。因此，张新成在发表意见时，需谨记尊重观众，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印象。张新成的困境，演技与口碑的双重考验。除了此次引发争议的言论，张新成在演艺道路上的表现也受到审视。尽管他在现代剧中有所涉猎，但并未赢得广泛认可与喜爱，这不禁让人质疑他是否有足够的资历和实力去对整个行业或观众做出评价。毕竟，作为演员，赢得观众尊重的首要途径是通过精湛的演技塑造深入人心的角色，而非仅靠嘴皮子功夫。此外，张新成近期参演的一部耽美剧遭遇撤档风波，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处境尴尬。这部剧集的市场反响未达预期，无疑给他的演艺生涯增添了阴霾。面对这些挑战，张新成更应将精力集中在提升演技、挑选优质剧本上，用实际行动回应外界质疑，而非过多参与对观众喜好的辩论。结语：共舞之道，礼节与对话。综上所述，张新成的翻车疑云并非源自他点评古装剧本身，而在于其言辞中透露出的对观众需求理解的不足，以及作为演员身份与职责的模糊认识。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演员与观众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依存、共同成长的伙伴。张新成需要明白，真正的尊重并非仅停留在口头上，
而是要深入理解观众的需求，以真诚的作品与他们建立情感共鸣。这场风波或许将成为张新成演艺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与观众的关系，学会在直言不讳的同时，以更成熟、包容的态度去理解、尊重并服务观众。毕竟，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大家共同的追求是欣赏那些能触动人心、传递真情实感的优秀作品。只有当演员与观众在这一目标上达成共识，才能真正实现共舞，共同推动中国影视行业的繁荣发展。